美国福特级超级航母正面临一场罕见的终极考试，这场考试的主考官竟是刚上任就被撤换的海军部长。各位聪明的观众朋友，不妨先猜猜，为什么一位上任才1个多月的海军部长会着急对自家最强的航母开刀？因为130亿美元的造价，5年暴增60亿的成本，让号称海上移动领土的福特级都要停下来重新算一笔账。CVN-82和 CVN-83的命运悬而未决，共和党内部甚至有人喊出要砍掉这艘巨舰。这到底是航母神话的破灭，还是美国海军主动进行一次全身体检，只为迎接未来50年的海上领先？各位聪明的观众朋友，不妨一起想一下，如果福特级真的停产，谁最开心？俄罗斯那艘冒黑烟的航母能在太平洋躺多久？今天就由我带各位观众朋友走进福特级航母的体检报告，一起揭开这场末日审查的真相。2026年4月下旬，华盛顿海空天年度博览会传出重磅消息，前任海军部长约翰·费伦上任仅1个多月，便公开宣布对福特级 CVN-82和 CVN-83号舰进行全面审查，复核其成本、设计及配套系统。费伦为此给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理由：福特级的建造成本占据预算的比重太大了，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昂贵的系统真的物有所值。同时也传出了部分共和党议员施压，试图让海军放弃后续航母建造，把资金转投特朗普级等其他海军项目的消息。一时间福特级要停产了，航母已过时的言论在网络上迅速蔓延。那么各位觉得这些传言可信吗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费伦为什么这么急切的要审查。因为福特号的建造成本已经累积到惊人的130亿美元，后续建的成本更被推算将逼近150亿美元大关。更要命的是，作为福特级最核心的黑科技电磁弹射器，设计目标本为平均4166次弹射才发生一次严重故障，但实战数据显示，目前平均仅400次弹射就会出一次故障。这个巨大的落差让外界质疑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为什么弹射器还是坏的？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，各位不妨想一想，如果海军真的想砍掉福特级，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的审查？直接取消订单不就好了？实际上，海军此次审查的根本目的，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升级和保留福特级。因为费伦同时也下达了明确的指令，从 CVN-82这一艘开始，必须采用全新的设计基线，其目标是进一步增加杀伤力，提升生存能力，提高建造效率，并简化设计，降低成本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不妨和我们一起划重点，也就是说，没人想砍掉福特级，这是一场为了让它更强、更省钱、更适合大规模量产的集体升级。福特级的核心理念远不止于取代尼米兹级，它是一场真正的工业赌注，赌的是全电舰艇和电磁动能武器的未来。有观众可能会问，电磁弹射器这么不靠谱，为什么不换回蒸汽弹射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福特级最重要的设计亮点是采用2座 AEB 核反应堆，发电能力是尼米兹级的近3倍。这种巨大的电力和散热冗余，不是为了给水兵开空调，而是为未来50年的技术预留接口。下一代激光武器、电磁轨道炮，甚至更高能的传感器，都只有福特级才能提供充足的电力。而争议最大的电磁弹射器，恰恰是这场世纪赌注中的第一块敲门砖。与老旧的蒸汽弹射器相比， EMALS 对飞机机身的冲击力更小，它能让 F-35C 和未来的第6代舰载机不必担心蒸汽压力不足而减轻起飞重量。同时，其弹射能级可调，从30吨的重型战斗机到几百公斤的无人机都能够灵活弹射。因此，虽然 EMALS 目前故障率偏高，但它的出现让航母打击群的战术灵活性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海军之所以不惜多花20亿美元也要攻克这项技术，正是因为深知，如果今天不解决电磁弹射的难题，未来50年就只能永远在蒸汽弹射的桎梏下打转。这不是技术的倒退，而是抢在未来战争形态定型之前，把关键技术握在手里。那么，为什么福特号的造价是林肯号的2倍还多？相信各位聪明的观众已经猜到了一些原因，我带大家一起来算这笔账。林肯号于1980年代末建造，当年的成本约为35亿美元，而福特号的建造成本达到130亿美元，物价膨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，真正的根源在于福特级彻底改写了航母的设计逻辑。第一，全寿命50年不换料，尼米兹级航母每服役20多年就要进行一次长达数年的中期换料大修，耗资数十亿美元。而福特级从一开始就设计了50年免换料的 AEB 核反应堆，这意味着它的全寿命出勤时间远超尼米兹级，多出来的成本买的是半个世纪不用回厂换心脏。第二，船员生存空间全面升级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尼米兹级航母居住舱室最多可容纳200余人，淋浴设施不足，
部分舰员得穿上运动服，拿上毛巾，沿着淋雨区来回寻找空余位置。而福特号驻仓最多仅安排30人，每个驻仓都有独立淋雨设施，舰员还可使用网际网络、点播电视和其他过去没有的便利设施。各位想想，这笔钱该不该花？造船不是造监狱，把人当人看，这多出来的舒适不是浪费，是让数千名官兵在高压环境下能够长期坚守的战斗力保障。咱们一起做个战术推演，假设福特级与俄罗斯海军在北大西洋遭遇，俄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，那艘号称王牌，实则常年冒黑烟的老旧巨舰，它的滑跃甲板连满载的苏33都无法起飞，而福特级的电磁弹射器可以在几秒内把满载弹药的 F-35C 送上云霄，更不用说舰上还能搭载 MQ-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，把舰载机的打击半径延伸至1300公里。各位不妨想象一下，当俄军的苏33还在甲板上排队等待起飞时， F-35C 已经在300公里外完成了锁定。这就是福特级最残酷的碾压，不是飞得更快，而是打得更早，打得更远。各位可知道，在福特级降临之前，美国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没建造过全新设计的航母了。尼米兹级虽然经过不断改进，但它诞生于冷战时代，其舰体布局、动力核心和甲板运作逻辑已经难以适应21世纪的隐身无人机作战。正因如此 CVN-82 的新设计基线才显得尤为关键。相较于早期的福特号摸索期，从 CVN-82 开始，海军将会把在福特号上验证过的实战经验，比如更高效的甲板调度算法、改进的武器升降机以及全新的电磁能量管理系统全数整合进来。从设计蓝图来看，新一代福特级将在保留现有强大火力基础上，重新强化3点：更强的自动化作业、更高的舰载机出动率，以及为数百千瓦级的激光武器预留充足的散热与电力。相比于尼米兹级每天最多140架次的老旧起飞节奏，福特级的设计目标是日常160架次，高强度作战24小时内达到270架次的出动能力。这将意味着一艘福特级的舰载机出动效率几乎顶得上2艘尼米兹级，技术指标高下立判。未来福特级的航母编队会怎么变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预计将搭载20架 F-35C 隐身战斗机，24架 FA-18EF 超级大黄蜂，5架 E-2D 鹰眼预警机，7架 EA-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，以及多达5架的 MQ-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，配合驱逐舰、巡洋舰和核潜艇，构成一套密不透风的海上打击网络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再把第6代战机整合进去，这支舰队的战力会有多恐怖？那么，如果再结合伊朗战场的压制能力呢？看到这里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不妨和我一起想象一下这幅场景：假设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国际航运，一艘福特级航母到阿曼湾外海，舰载机联队可以出动 E-2D 预警机，侦察伊朗整个南海岸，发动 EA-18G 进行全频段电子压制，再由 MQ-25 无人加油机前出至波斯湾上空，为 F-35C 和超级大黄蜂编队提供长时间的制空打击能力。整个封锁圈在开战48小时内即可形成。这就是超级航母在近海区域的终极压制力，不动声色，却足以让任何海峡的航运命脉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。福特级的争议归根结底不是能不能造，而是代价是什么。然而，对于掌控全球海上生命线的大国而言，海上力量的本质就是能够持续存在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美国要花130亿美元造一艘航母，而不是造10艘驱逐舰？福特级的最大优势并不在于某一项技术的领先，而在于它将首次实现全寿命周期无需更换核燃料。正因为福特级是真正的无限续航巨舰，白宫才会愿意与通货膨胀赛跑，坚定不移地砸钱采购。即便在2026年审查期间，国会仍在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批准海军可以用一笔打包合同，同时购买 CVN-82 和 CVN-83 2艘航母。更惊人的是，海军2027财年造舰预算高达创纪录的658亿美元，其中福特级航母在2027财年将获得约40.7亿美元的资金，直至2031财年的总拨款更是超过223亿美元。这不是要砍掉福特级的信号，而是美国海军在面对严峻的未来挑战时，主动修缮筋骨，未雨绸缪。实际上 CVN-82 的采购计划已经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，交付日期也相应提前。海军甚至计划在2029至2031财年间投入高达140亿美元，用于核船厂和造船工业基础的升级改造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真实战场。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中旬，福特号执行了长达326天的历史性部署任务，创下了越战后航母在海外部署的最长天数纪录。期间连续打击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力量，压制了多个沿海军事据点，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战略威慑持久力。当然，这次超长部署也暴露了一些问题，
舰上650个厕所几乎每天都要维修，4000多名水兵得排队上厕所，洗衣房还发生了持续超过30个小时的火灾，600多名官兵失去床位，只能在地板和桌子上临时休息。但各位请想一想，这恰恰说明了什么？恰恰是这些成长中的烦恼，让福特级暴露了真正的短板，并在下一代航母的设计中加以修正。今天淋浴间的堵塞是为了明天整个舰队的顺畅，这不是技术失败，而是系统在极限压力下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。这些在战火中积累的数据，甲板上的每一次电磁弹射，武器升降机的每一次输送，损管与指挥系统的每一次应急响应，都将被回馈到 CVN-82 的设计图纸中。福特级不仅仅是为美国海军而建，更是为整个西方阵营维持全球航线畅通而建。当你看到这座海上领土在冲突前沿连续奋战300多个昼夜时，你才会意识到，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武器平台，它是以美国梦为底色的维护全球稳定的和平基石。审查过后，福特级的结果不仅不会停产，反而会加速换代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笔高达上百亿美元的开支，买的不是一艘普通的舰船，而是买下了未来半个世纪的海权话语权。反观俄罗斯海军仅剩的那些前苏联遗产，常年趴窝、动弹不得的老旧巡洋舰，早已说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大洋漂浮棺材。各位觉得俄罗斯那艘航母还能撑多久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。百年海军从不追求一时的快慢，福特级航母在争议中诞生，也必将在争议中蜕变。今日的审查与改良，是为了确保它在未来半个世纪的服役期中稳如泰山地钉在大洋深处。当 CVN-82 和 CVN-83带着全新的设计和更强大的战力出发时，那些质疑的声音终将淹没在 F-35C 呼啸起飞的引擎声中。福特级正在用行动证明，百年海军的征途从无终点。一场关于福特级末日审查的深度分析到此结束。各位觉得，如果福特级真的被大规模推广量产，它能否镇压未来高强度、大规模的区域冲突？俄罗斯那艘冒黑烟的航母对比福特级，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大洋漂浮棺材？福特级未来的编队如果加入第6代战机，会不会形成一道任何敌人都无法突破的空中铁壁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别忘了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。咱们评论区继续，下期再见。